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本身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，应该是发展的很好的，因为中年时期，一个人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资源，以及比较多的经验了，因此其自然是会更能够懂得应该如何给自己带来财富的。但是有的人却到了中年反而是倒霉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人的面相。一、眉毛粗硬逆长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长得粗硬和逆长，则这样的人性格非常的粗暴，做事非常的急功近利，肝火过盛，但是目光短浅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属于别人一惹就恼的人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事业运势都会比较差，容易走极端，属于做什么都会倒霉的人，所以注定了赚不了啥大钱，事业终究是会失败，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日子过得也比较辛苦。二、鱼尾纹杂乱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鱼尾纹处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杂乱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操心的命，大事小事烦不完，钱赚的少，整日没有清闲的时候，而且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很难有大的出息，把过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小事情上边了。而鱼尾纹向下塌落的比较明显，为不吉之象，中晚年的运势比较低迷，若是行商破产的几率也会比较大。三、鼻梁处有竖纹。鼻梁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赚钱的气势的，若是鼻梁处有竖纹，鼻梁塌陷，则这样的人事业不顺，遭遇的波折挫折比较多，尤其是先前没有而后有，则表示最近一定破财，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，与身边的人常常争执不断，常常有经济纠纷，甚至会有官司缠身，一旦破财就是大的损害，要想翻身就会非常的困难。而好的鼻相一定要鼻梁挺直，鼻头有肉感，能赚钱，能存财，注定富贵。四、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入口，在相学中又被称之为腾蛇入口，属于破口相，在相学中主饿死。现在的诠释则是会因为罹患消化器官之病变而影响饮食，平时少抱怨，摒弃诸多恶习，提倡勤俭节约，必然能够转运。若是法令纹和嘴角垂直相交，财富折损，穷困潦倒之象。五、额头过于平坦低矮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过于平坦或者是低矮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是智力有限，心胸不够宽广，考虑问题时看眼光，目光非常的短浅，而且出身不好，从小家庭环境就比较差，无法从父母处获得大大的助力，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努力，而且贵人运也比较差，缺少贵人常识和体贴，年轻时事业上总是磨难重重。六、下巴部位过于尖锐。相学中将下巴又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、工作运和蓄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过于尖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主义，眼里只有自己，很少会为他人考虑，想法很多，但是却不会付诸行动，事业上难有大大的作为，而且老年时容易体弱多病，无亲无靠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家庭生活不够幸福。七、鼻翼纤薄，鼻孔外露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鼻翼代表着财库大小，鼻孔相当于财库的大门。如果一个人的鼻翼纤薄而鼻孔外露的话，此为财运衰败之象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投资理财能力较差，心思单纯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判断能力比较差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约，赚的多花的也多，积蓄能力也比较差，导致财运慢慢下滑，收入下降，中年时容易遭到钱财方面的危机。八、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。在相学中，牙齿的人为蛮户的象征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财运。如果一个人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无城府，说话非常的直接，不过喜欢信口开河，说法非常的不靠谱，也非常的不中听，容易得罪人，给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，做起事来没有原则，属于漏财散财之兆，与父母缘分较浅，容易发生争执和矛盾，对父母健康不利。九、山根低矮。山根即是鼻子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、事业、财运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过于低陷内凹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较为的内敛和沉闷，性格方面比较的矛盾，自卑心较重，做事缺乏活力和热情，
也不太善于沟通和交际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而且六亲缘分浅薄，遇到困难时身边缺少贵人相助，导致收入下降，事业不稳定，容易有中年危机，日子过得一团糟。10. 肩门坑洼。肩门在相学中即是眼角后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，也称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感情欲。如果一个人的肩门部位低凹不平的话，则代表着感情欲非常的不稳定，不论男女，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纠纷，感情上亦有第三者插足，婚姻情感方面非常的不稳定，所以相术中也有着肩门低陷，常做新郎的说法。婚姻不顺利，容易离婚多婚。11. 颧骨过于平坦。颧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个人的欲望、野心和领导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部位长得过于平坦的话，则无视。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内敛，整个人缺乏士气，给人一种非常怯懦之感，而且缺乏主见和魄力，做事总是犹豫不决，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喜欢抱怨，而且意志力薄弱，做事缺乏坚持，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，能力一般。在事业方面也是缺乏运气的机遇，想要成功非常的难。12. 双耳缺少耳垂。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、福气和寿命长短。如果一个人的双耳短小，没有明显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喜欢幻想，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，对现实总是漠不关心，消极应对，做事缺乏理性，喜欢感情用事，非常的任性，做起事来缺乏规划性，平时喜欢铺张浪费，也没有迫切的想要挣钱和理财的概念，金钱运不好，漏财较多。13. 眼睛昏沉。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与财气的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昏沉，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表面，打不起精神，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喜欢虎头蛇尾，常常不能够坚持到底，做不到有始有终，就算是有好的机会也抓不住，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，没啥大的前途。这样的人非常的不适合投资，逢投必败，尤其是在中年时期，非常有可能会破财添灾。14. 下巴有磕绊。下巴在面相中位于面部的下体，主管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拥有财富的能力等，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田宅与房产、不动产的运势。若是下巴出现磕绊，或是在下巴处有疤痕和恶痣，则这样的人财运非常的不稳定，非常容易破财，甚至会因为一些个人的利益而导致投资失败，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财运。若是下巴处圆润，就算是有磕绊，日后也能够时来运转，但若是下巴尖削，则一旦失败，必定会很难翻身。15. 眉毛稀松。从一个人的眉毛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脾气与性格等。若是眉毛长得杂乱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眉毛一样，则往往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粗暴，容易会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与矛盾，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甚至还会平白无故的增加麻烦，常常会招惹小人上门，各种霉运不断，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顺利，估计到最后连自己的亲人也会全部的得罪光。16. 双眼无神。若是一个人的双眼无神，整个眼睛没有精气神，浑浊无光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呢，本事不大，能力不强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注定干不成大事，估计闹到最后只会是赚取基本的生活费，干啥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命，所以这样的人命里无财，也没啥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福泽绵长，家业兴旺，但是生活中的幸运儿总是少之又少，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打拼，这其中能够抓住机遇的幸运者亦会因此而摆脱不幸。同样，也有人会因种种原因，虽然付出了极大努力，依然没有成功，甚至自身不仅没有福运，而且会使得家运每况愈下，不仅经济状况难以改善，而且家人状况百出，各种灾祸总是不期而至。那么从面相上来说，容易倒霉、命中无福的人到底具有怎样的面相特征呢？大佬今天来揭秘。1. 额头很尖窄。额头又称天庭，主一个人的事业和心胸。额头为面相中离人脑最近的地方，
根据额头长势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大小。如果一个人额头尖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缺乏智慧，考虑问题不够周全，而且心胸狭窄，缺少包容之心，喜欢与人计较，为人非常的小气和自私，从而导致他们的人缘很差，缺少贵人相助。在工作和事业上容易遇到凶煞之事，经常会遇到麻烦，一生运势坎坷，为典型的衰败之象。2. 鼻翼有黑痣。鼻子在面相中为财帛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面部气势和性格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。如果一个人的鼻翼处长有黑痣，且看上去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感情上比较脆弱，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，遇事喜欢犹豫，在工作和生活中麻烦事特别多，非常不顺心，为典型的漏财之质，储蓄能力比较大，很难存到钱，并且还会影响到个人健康，导致自身的运势呈缓慢下降的状态。3. 印堂有乱纹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在面相中又称命宫，关系着一个人的命运和人生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不平整，乱纹较多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脾气比较急躁，心胸非常狭窄，心事比较多，遇事喜欢瞎琢磨，经常会为了各种事情而心烦，为人非常小心眼儿，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与人计较，好胜心非常强，但是自身又比较自卑，为人非常矛盾和纠结，总是患得患失。所以到了中年阶段，各种不顺会累计爆发出来，如衰神附体一般，事事不顺，麻烦不断。4. 中庭有色斑。在面相学中，将面部分为上中下三庭，中庭即是指眉毛以下、鼻尖水平位置以上的鼻梁和脸颊部位。如果一个人面部的鼻梁和脸颊颜色晦暗，有斑点或色斑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首先从健康方面来说是非常不好的，另外还会影响到个人的运势，在工作和生活中容易招来很多的麻烦事儿，运势非常差，麻烦从来都不会停止，一生过得非常操劳。5. 耳朵薄如纸。耳朵为肾的外窍，代表了人的健康和福气，而且根据耳朵薄厚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大小。耳朵以厚大有肉为佳，如果一个人的耳朵比较薄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肾气不足，身体素质一般，另外缺乏大的智慧，考虑问题目光比较短浅，为人心眼比较小，喜欢小题大做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，非常招小人，容易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，从而连累到身边的人。6. 眉与眼间距窄的人。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大，就是田宅宫宽阔，当然会拥有不少资产，反之则资产相反，故此有人说，如果一个人眉间距很宽的话，往往是会拥有豪宅的人。不用说，这类人当然也会有钱，原因就是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往往眼界宽阔，乐观向上，有忍耐，所以能够成就事业。反之，其人则个性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尤其是不适合投资理财。不过这种人适应能力较强，做事情也很爽快，只是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房屋，总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面。同时，田宅宫象征着家人、家庭情况，如果田宅宫长得不好，往往不擅长和家人相处，家庭关系也相对紧张，而田宅宫出现痘、疤、斑等的人，往往家人关系也差，因此也难有祖业，要靠自己打拼。7. 耳朵单薄的人。面相学上，耳朵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身体情况，一个人耳朵单薄，往往身体方面有先天不足，往往孱弱多病，耳朵颜色发暗就更是如此。因此这类人即使想干事，往往也难以成就事业。比如耳朵颜色发暗并且还发青的人，往往肾功能会出现问题，而耳朵燥红的人则往往是心脏血管不好。8. 山根凹陷的人。山根上出现横纹或者凹滴的人，往往运道不佳，做什么事情都算不上顺利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此时常心怀忧虑，心情不好。山根颜色发青发暗或者出现痣疤的人，往往身体不够健康，可能有疾病潜伏，而且容易发生意外事故，造成身体受到伤害。
所以没事最好不要出门。9. 眼睛小。所说目小指的是眼睛与凡人相比明显狭长窄小，让人不容易看出是睁还是闭。有目小的人士往往只顾眼前利益，而忽视了长期的发展，容易因眼前小利而得罪朋友，从而人缘运势欠佳，不容易得到朋友的协助，从而因小失大。这类朋友应主动改善人际关系的僵局，做事多为他人考虑，方可重返朋友圈中，不可一意孤行而成了工作生活中的孤家寡人。10. 耳朵小。在面相学中，耳朵主管人的健康和寿命。所说耳小，指的是双耳占面部的比例过小，并且耳垂单薄或无耳垂。有这一疾的人士，往往自幼开始身体状况欠佳，时不时便会有小病侵扰，免疫力一直不能有所增强。在长大工作后，还容易出现积劳成疾的情况。因此，对于这样的朋友而言，在生活工作中避免劳累、疾病是主要的预防方面。身体是一切的本钱，假如身体欠佳，还会有什么呢？11. 鼻子小。在相学中，鼻子是主管人财运、仕途的重要部位之一。山根、准头、风门等在相学中都主管人的财运、官运。在这里讲的鼻小，主要指的是鼻子相对于其他五官在脸上所占的比例很小，具体指的是鼻梁短、鼻翼扁小等。这一类人在财运和仕途上都有所欠佳，较难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奔腾，并且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往往一失难保。12. 嘴巴小。所说嘴小，不但指的是嘴在面部占的比例小，主要还指双嘴唇单薄无光。这种朋友往往属于入不敷出类型，即使心境理想，也经常因消费过量而透支。对于这种朋友们而言，储蓄理财是有效避免散财的理想方式，可以大大减少入不敷出的情况。因此，大佬最后建议有以上12种面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可以看出人的命运，其中就包括大家最关心的财运。你的财运如何？财来财去，是否容易漏财呢？很多时候在你的面相上都有一定的体现。那么面相上哪些特征代表漏财呢？今天为大家整理了会漏财的面相特征，赶快来看看吧。哪些特征的面相漏财？面相漏财之一，两颊无肉。两个脸颊消瘦，骨头突出，没有饱满肉相，或者肤色发青白的，这都是存不住财的面相，需要改变心态，改变饮食习惯，改变生活方式。遇到问题尽量长远考虑，不批离，心情愉悦，日久自然财运改观。配饰可以佩戴小凤凰来转财运。漏财面相之2，耳唇过小。耳唇过小的面相，手里不能有钱，有钱就忍不住要花出去。因为耳唇过小的人幸福指数低，只有花钱才能够找到自我价值的存在感。佩戴转运饰品，玉石的貔貅最佳。漏财面相之3，手指缝过大或事业线穿过指缝。上述的这些情形都表示赚的钱都花光光，根本存不住。这种手相的人啊，就是很容易为家人背债，也很喜欢打肿脸充胖子。想要破解漏财，除了一般戴戒指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心念的转换。建议这样的人还是要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存钱。当有点积蓄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老想当英雄，量入为出才是成功之道。佩戴转运饰品为玉石麒麟最佳。漏财面相之4，发如枯草。头发像枯草一样，这就是聚财能力弱的表现。肾之华在头发，而肾主聚财，发如枯草则无革素之良。平日饮食习惯要多吃补肾的食物，佩戴饰品翡翠老虎最佳。漏财面相之5，牙齿稀疏。牙齿过于稀疏的人，钱到手则花出去，因为牙齿代表积蓄能力，牙齿细密的人善于积累财富，而牙齿稀疏积攒能力弱。漏财面相之6，鼻孔有痣或者鼻孔一大一小。鼻孔有痣代表有阻碍，所以老是存不住钱。若鼻孔一大一小，则代表财库是不平衡的，
可能是收入忽高忽低，或是花钱有时花得特别凶，有时过于小气。对于这种面相的人，因为本身就属于破财的格局，建议平常买一些基金或保险，支出要合理安排。漏财面相之七，耳孔过小。耳孔小的人代表他的财库也就小，但是怎样的耳孔才叫小呢？你可以用你的尾指测量，如果尾指可以很轻易的放进去，那么就不在此范围之内。耳孔小的人除了财库小之外，他的判断力也会比较不够，常常贵人讲的话没有听进去，而偏偏小人的建议会照着做。此外，这种人赚的钱也是常常不够花。漏财面相之八，鼻翼尖薄。鼻翼代表财源与财库的，如果鼻翼生的尖薄瘦弱，那么代表财库不丰，有外财的财源，没有积蓄下来的财库。所以也许这样的人能够得到很多的外财，但就是没有积蓄。漏财面相之九，金枪外泄。所谓金枪外泄，就是鼻毛总是不经意的就钻出来。鼻毛属金，代表收束钱财的能力，如果经常鼻毛外钻出鼻孔，那么破财破桃花难免了。处理办法呢，就是定期的修剪鼻毛，佩戴玉麒麟来土生金保财。漏财面相之十，鼻孔上扬。鼻孔代表五行的金，代表管理钱财的能力。一旦鼻孔上扬的面相，那么就是手散，到手的钱财就会不知不觉地溜走，或者积攒了一部分的钱，但是就会有亲属朋友借贷出去，钱财还是给他人预备的。运转方法是佩戴玉石的玄武，或者卧室内摆放铜玄武来增加聚财能力。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面相，也是漏财的面相，一起来看。印堂有杂纹，两个眉毛之间叫印堂，有很多杂纹，这样的人在钱财上很难守住，财来财去，很多时候都是没有预想的花销，属于漏财的面相。眉尾散乱不聚财，眉尾的眉毛散乱不聚，分散得开，就是漏财中最直接的表象，代表着此人性在金钱方面比较随意，在用钱的时候思考的不多，很难聚财。招风耳，耳朵部贴在脑袋上，向外呈招风状的人，挣的钱都会被亲戚朋友借出或花掉，也是漏财的面相。山根低陷，两眼之间的地方就是山根，如果此处低陷，代表花的比挣得多。山根代表着面部走势年龄是41岁，这一年最容易漏财。鼻子丰隆，鼻孔外露，有点赚钱能力却不善理财，比较重视生活享受，因此在花销上没有受到节制，主花费大，出手比较阔气，讲朋友义气。鼻尖有点红，鼻尖上总长痘痘或是有疤痕，有结露骨，虽然能赚钱，但花起钱来会大手大脚，而且性格也比较急躁，尤其是投资方面会出错，引起纠纷漏财。尖下巴，尖下巴的人也是漏财类型，圆下巴为富贵聚财的面相，尖下巴代表钱财难聚，如果再配上口太大牙不整齐，更是真正的漏财面相。4种最容易漏财的面相特征。第一，额宽，眉细错综杂乱。额宽，出手大方阔绰，在众多朋友场合，财力上会不受到节制，有多少出多少，因此钱财流失的较快。不过此人赚钱也比较容易。眉细且综乱的人理财方面非常欠缺，他们通常会把钱用到吃喝这方面上。如今的社会，吃喝最容易发钱，搞食品店的生意是专为这些朋友所准备的，对这些毫无理念的朋友可以完全净赚，因此他们常常会受到月光之苦。第二，眼细，眯眼且眼眶突出，眼细眯眼且眼眶突出敦实，这类朋友非常易交朋友，且值得深交，但这类朋友在交朋友或是出现在公共场合之下都易受亏，特别是财务上，因此这类朋友每个月的钱财余额都不稳定，因为他们的性情也不稳定，
在工作中积极性不足，性格懦弱胆怯，事业上得不到提升，总是维持现状。时代不断的进步，人的欲望追求也不断的强大，因此这些人的收入也是往往不够付出，支大于出，因此也容易会例如啃老族。第三，鼻子塌陷，鼻孔外露。鼻子塌陷无力，无财可理。其实鼻子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信息。例如鼻子大而鼻翼小，赚钱能力一流，却不善理财；鼻子丰隆，鼻翼大，鼻孔却外露，比较重视生活享受。鼻孔外露的朋友在财运方面相对比较弱，往往因为消费过大而破财。他们无理财能力，因此销售上没有受到节制，同时又是一个很爱面子、喜欢交朋友情艳的一个人，因此外露的鼻孔者主花费大，出手比较阔绰。第四，口大牙不齐且疏尖。中国人的气就是财气，口气大，嘴巴关不起来，那么钱财一定往外流。无论是最大的投资还是赌财，都容易走上衰运，必输。同时如果牙齿出现稀疏、暗黄和尖薄的情况，代表这些人的财运会容易有一定程度上的损耗。有这种损耗主要表现在身体健康方面和工作方面。牙不齐且疏尖者容易犯病，且在医疗上容易失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分享。再见。